中国传统村落水东村，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水东村，城市大宗祠。门口坐了很多老人，在这里闲聊。墙根的香炉里边插着散的香，墙上的香炉龛。300年历史的罗汉松，墙上还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壁画。绪伦堂，中间是个香案，墙上是他们的祖先的画像，祭祀用的彩灯。祠堂顶端有精美的泥雕，屋顶有精美的泥雕，祠堂两边的小巷。古码头，这里有一棵大榕树，前面有香火，大榕树上贴着2个大字“鸿福”。中国古代有个成语“鸿福齐天”，祈福的意思。古宅没有人住了，中国的所有传统古村落都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年轻一代人更愿意搬到城市里去居住。很多古村落学校都没有了，所以人口流失是必然的大趋势。村里的古民居保存完好，路面还是砖铺就的小路，路上长满了青苔。老房子没人住，损毁得非常快。这里的老房子真的只是保存住历史的记忆。这个巷子很窄，大约只有1米宽，两边的房子整齐地排列，没有人住了，但是成了植物的天堂。这个花开得真茂盛，这个房子完全成为了废墟。墙上也开始长了小树了。小巷深深，这里还有一户人家居住，住了一个老爷爷。我讲普通话他也听不懂，吃的水还是从外边挑进来的，拿桶递进来。
这是一个灶，还在烧木柴的传统灶。老爷爷卧室应该在楼上。上去看一下。这上面也没床啊，也不知道老爷爷住在哪里，还是说现在这个房子就不住了，他就是偶尔回来看一下。哦，找到了，原来老爷爷的卧室在1楼，在这个里边。啊，这里边是他的卧室。2层的楼房。老房子基本上都空了，个别人家还在住。啊，你看这草长得好高啊，1人多高。这个房子裂了这么大缝，应该属于危房了。这个老房子没人住，真的是塌得很厉害。只有个别人家房子有人住。这里的老房子保护的还不错，连片的老房子。狗好凶，香。韩琦成功祠。广东人特别喜欢修祠堂，他们认为啊，祖宗可以保佑后代。这一个村里全是姓程的，都修了这么多不同的祠堂。普泉成功祠，这个是清代的建筑。广东的汉族人，子女结婚的时候，会把喜庆的对联贴进祠堂里。这应该是不久前有一对新人结婚，他们家就把喜庆的对联贴进来了。笃庆堂，上面很多喜字，正中间是苦练成功神，鹰棍飞腾龙摆尾，雄拳打出虎昂头。这个村可能有练武的传统。房顶的屋檐，传统的岭南风格建筑。这里有涂鸦，
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古老的村庄，繁华了几百年的古村落，遥想当年，也是人丁兴旺。但是中国经济发展这短短的几十年，什么都改变了。我没有去过欧洲，但是我在想，听说欧洲有很多古堡老房子保存上千年，中国这些房子也保存了几百年。但是欧洲的房子有人住。哦，这路好滑。这里的房子，你看，都空空荡荡，没人住了。所以坦白的说，我们中国古代人造房子，也只是为了活着，并不是说可以住得很舒适。住得很舒适的话，延续几百年，一直到现在，都不会落伍过时。大概也就是在40-50年之前，可以想象，这些小巷子里，有孩子们奔跑玩耍，老人们从农田里耕地回来，在门口小憩，非常非常热闹的。但是只有这几十年时间，这里就变成了一片废墟。中国人，尤其是汉族人，喜新厌旧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恶习。老房子虽然非常好，但是不宜居，所以最终还是被时代无情地抛弃了。看看这些房子，现在全部是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。这些弯弯曲曲的小巷，想当年是孩子们游乐的天堂。现在村里都没有小学了，所以都搬到县城和乡镇里去了。5-6月份是广东的降雨季，昨天下了大暴雨，所以这里呢路虽然干了，非常滑。